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大事，一個正在改變西太平洋權力平衡，甚至可能決定未來衝突走向的關鍵議題。但好玩的是要解開這個現代難題的鑰匙，居然是藏在冷戰時期一個幾乎被大家忘光的恐怖平衡的智慧裡面，而且它現在正以一種新的樣貌回歸。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好好拆解的核心概念——常規三位一體。好的。那這次的分析我們會分成5個部分。首先，我們要先搞清楚現在西太平洋這個危險的失衡到底有多危險。接着，我們會坐上時光機回到冷戰時代，看看當年是怎麼拆解類似的炸彈。然後，我們會聚焦在這次的核心解方——新三位一體是什麼。當然啦，我們也會很務實的看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最後，我們會一起來想象一下，一個真正穩定的未來可能會是什麼樣子。好，我們就直接切入第一個重點。好，第一部分我們就指導問題的核心，一種危險的失衡。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個棋盤上，雙方都覺得誰先動手，誰就能夠贏得全局。這股強烈的先發制人的誘惑，就是當前局勢最不穩定的地方。這已經不只是軍備競賽了，而是一種會把所有人都推向懸崖的戰略結構轉變。所以，最根本的問題就來了：為什麼我們會說西太平洋的衝突風險正在急速升高？這背後到底是什麼力量在推動這一切？搞懂這個問題，才能看懂整個區域未來的走向。答案的關鍵就在於一個概念，叫做反介入區域拒止，也就是 A2/AD。它的核心目標非常的明確，就是要讓美軍在危機發生的時候，想要介入的成本跟風險變得高到無法承受。這就好像在自家門口布滿了你看不到的絆索，還有陷阱，讓任何想進來的人都得付出極高的代價，甚至根本就不敢進來。而這些絆索跟陷阱，就是瞄準美國海空軍的各種武器。這個轉變到底有多劇烈？你可以想象一個數據圖，如果代表中國核彈頭的數量線在過去20年是慢慢的、緩緩的在爬升，那另外一條代表常規飛彈的線呢，根本就像座上的失速的雲霄飛車一樣，幾乎是垂直向上飆升。這是一個壓倒性的數量增長，而且還不包含那些很難估算的巡弋飛彈哦。這種規模的增長可以說是徹底改變了這個區域的軍事數學。這也意味着，過去的優勢方現在可能在一瞬間就變成劣勢方。這樣的改變直接衝擊了美國過去幾十年來的力量投射方式。傳統上，美國的武力就像是2根巨大的支柱，一根是海上的航母母艦，你想想，目標超大，移動又慢，就像一個移動的海上城堡；另一根呢是陸地上的軍事基地，位置固定，根本跑都跑不掉。在過去，這當然是力量的象徵，但在今天，這個人人手上都有狙擊槍的時代，這些過去的優勢反而變成了最明顯、最致命的靶子。當雙方的力量都變得這麼脆弱的時候，就陷入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困境，就像西部電影裡面的牛仔對決，雙方都知道誰先拔槍，誰的贏面就大。於是大家都死死地盯着對方的手，神經緊繃到極點。從美方的角度看，我最好先打掉你的飛彈，保護我的船跟基地；而中方想的也是，在你打掉我的飛彈之前，我最好先讓你癱瘓。這種不開槍就等死的壓力，會讓任何一個小小的摩擦，都可能瞬間引爆成全面衝突。你可能會覺得，這種誰先開槍誰就贏的危險遊戲，聽起來實在是有點瘋狂。但其實，歷史早就上演過一次更驚心動魄的版本了。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拉回到冷戰，看看當時的美蘇2大巨頭是怎麼去應對一個足以毀滅全世界的戰略僵局。在1950年代，當時的戰略思想家就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局面，叫做脆弱的恐怖平衡。
恐怖是因為雙方都有核彈，但脆弱是因為當時美國的核武器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幾個固定的空軍基地。這就像是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且這個籃子還標示得一清二楚。這根本就是在誘惑蘇聯，嘿，只要一次成功的突襲，你就能解除我所有的武裝哦。為了要解決這個雞蛋放同一個籃子的問題，美國就發展出了經典的核三位一體戰略。簡單來說，就是把雞蛋分散到3個完全不同的地方，一部分埋在陸地深處的發射井裡，很難打；一部分藏在神出鬼沒的核潛艦上，在大海裡面潛行，你根本找不到；最後一部分則是放在隨時能夠升空的戰略轟炸機上。這套系統的核心邏輯其實簡單卻又致命的有效，就是讓對手徹底明白，無論你用什麼方法發動第一擊，你都不可能一次摧毀我全部的反擊力量。你找不到我的潛艦，你追不上我的轟炸機，你也沒辦法一次打完我所有的陸基飛彈。當對手100%確定，只要他敢動手，就一定會迎來毀滅性的第二級報復時，他按下發射鈕的念頭，自然就會煙消雲散。所以威懾的穩定就建立在這種讓對方絕望的確保第二級能力之上。好嘞，理解了冷戰時期這個確保第二級的核武邏輯之後，我們現在就可以把這個強大的思維框架像套公式一樣套用到今天西太平洋的常規武力挑戰上。這就是我們這次分析的核心解方，一個為現代戰爭量身打造的常規三位一體。這個新的常規三位一體同樣也有3個支柱，陸地上主角不再是固定的發射井，而是可以在高速公路上到處跑的機動飛彈發射車，讓對手根本找不到。海中依然是靠終極的隱匿高手核潛艦，而空中呢，除了新一代的逆蹤轟炸機，還有一個很酷的概念，叫做貨盤化彈藥。你可以想象，就連普通的運輸機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變成一個空中的彈藥庫，一次投下大量的飛彈，這就大大增加了反擊的彈性跟不可預測性。不過，光有這些拳頭還不夠哦，這套系統要能打出致命一擊，還需要強大的後勤支援。這就像一個武林高手，除了拳腳功夫，還要有強健的體魄跟敏銳的神經才行。你需要有堆積如山的彈藥庫存，確保彈藥管夠。你的指揮通訊系統必須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樣有韌性。你的衛星網絡要夠多夠散，才不會被一次打瞎。最後，你還需要一個布滿無人機的偵搜網絡，確保你能看得一清二楚。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缺一不可。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哇，搞這個常規三位一體聽起來又貴又複雜，難道就沒有其他更簡單的辦法嗎？誒，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接下來我們就來檢視幾個常被提到的替代方案，看看它們到底靠不靠譜。第一個最常聽到的答案就是飛彈防禦。這個想法很直觀嘛，你用矛戳我，那我就打造一面最強的盾，把你的矛全部擋下來，這樣不就好了嗎？聽起來很完美，對吧？但問題出在很殘酷的物理學跟經濟學上。首先，用飛彈去攔截飛彈，本身就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但更致命的是成本。一枚用來防禦的攔截彈，可能比一枚攻擊飛彈貴上好幾十倍。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攻擊方只要花相對少的錢，用彈海戰術，就能輕易地耗光你花大錢蓋的金鐘罩。這是一場消耗戰，而防守方在經濟上可以說是必輸無疑的。那麼既然防禦行不通，第二個選項就是寄望於那些聽起來很酷的未來科技，像是 AI、無人機等等。這套想法在戰略圈被稱為第3次抵消戰略，核心概念就是用技術上的代差，用更高維度的科技來抵消對方的數量優勢。就像你還在用算盤，我已經在用超級電腦了。這些新科技當然很重要，但它們更像是錦上添花的輔助，而不是能夠扭轉乾坤的主角。最大的問題在於西太平洋的地理現實，這裡實在是太大了，大部分的無人機航程都有限，它們自己是飛不過去的，需要航空母艦或大型飛機載一程才能到戰場。
你看，問題又繞回來了。載運他們的母艦或飛機本身就是脆弱的目標，所以這些新科技並沒有真正解決最根本的平台生存性問題。好了，既然單純靠防禦的盾，或是單純靠新科技的巧，都無法完全解決問題，那麼一個能長久維持穩定的戰略平衡，究竟該是什麼樣子？這就帶我們進入最後一部分的思考，一個屬於未來的威懾均衡。我們必須接受一個有點殘酷的新現實。在今天這種精準武器滿天飛的時代，想要在對方的家門口完美的保護自己的水面艦隊，基本上已經是天方夜譚了。未來的穩定不會來自於我能完美防禦你，而是建立在一個更恐怖的基礎上，也就是常規武器版本的相互保證毀滅。意思就是，沒錯，我可能防不住你的飛彈，但你也要清楚，只要你的艦隊敢出海，也同樣會活在我密集的火力網之下，大家一起玩完。在這個新的平衡架構下，美國的盟友，特別是像台灣、日本這些位在第一島鏈上的夥伴，就從過去單純被保護的角色，變成了至關重要的防禦節點。如果這些國家能發展出自己強韌的 A2/AD 能力，特別是那些機動性很高、很難被摧毀的反艦飛彈，就能和美軍的力量形成一個完美的互補。這就像是從一道單一的防護牆變成一個分散式、多節點的防禦網絡。當攻擊方知道他要面對的不只是一個巨人，而是一群渾身是刺而且很難纏的刺蝟時，他發動攻擊前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這就引導出我們最後的思考題。過去美國在太平洋的聯盟體系常常被形容為軸輻式，也就是以美國為中心向外輻射出多個雙邊同盟。但在今天這個新的戰略現實下，這樣的模式是否還足夠？我們是否需要開始思考如何超越這種模式，走下一個更緊密、更整合的集體威懾架構？這不僅是軍事戰略問題，更深刻地關係到未來整個印太區域的權力結構與和平穩定。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由於精準飛彈的普及，過去依賴大型基地和航母的武力投射方式，現在變得非常脆弱。第二，這種脆弱性導致了先發制人的強烈誘因，讓危機變得極不穩定。第三，解放是借鑑冷戰的智慧，建立一個由陸基機動飛彈、潛艦和轟炸機組成的常規三位一體，核心目標是確保 survivable 的第二級能力。第四，這個新架構將會創造一種新的基於相互威懾的穩定平衡。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